你是不是还担心，如果这个官司真的打起来，狐狸精的名声传出去，对你不好？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更担心那个魏太太，一个人财两空又离婚的女人，可能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看她今天的架势，好像什么都敢做。看来我是要遭池鱼之灾了。这个魏国强，自从他找到我，我就麻烦不断。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：这个魏国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他那样一个人，把全部的财产都转移给你，他难道不心疼吗？本来就不是他的，他只是遵照遗嘱吧。可是你跟他只有血缘，没有亲情。而且我听说，有的人为了取悦他，专门高价购入了何老的发作。应该讲，何老的财产有一半是他的，而且他现在也算是年富力强，他真的会心甘情愿把大额的财产都归到你的名下，只是为了对你做出补偿？反正我不太相信。还有，像他那样一个人大张旗鼓的去打离婚官司，也不正常。难道真的像那个魏太太说的，魏国强原本是想独吞这些遗产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，他百密一疏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魏太太能够找到我，也是一种可能。总之，疑窦丛生，你小心为上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口吞掉这些遗产，1毛钱都不留给他。边走边看吧，我会替你留意着，你只管好好打理工作。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继续走下去，有点像一个不可测的黑洞？关于遗产的事情，魏国强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沟通？这更像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。可他把我拖进这个陷阱又是为什么呢？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离奇，为今之计，凡事多留心吧。谭宗明的话让安迪越发困扰，他不明白魏国强的用意何在，更不明白何云礼为什么要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。是补偿吗？不需要。是愧疚吗？更无意义。辜负了的已经注定辜负，他不可能代替母亲原谅这一切，更不愿跟魏国强有任何瓜葛。可即使如此，也不能任由魏国强利用自己。喂，这个周末你有时间吗？有事吗？ DNA 鉴定，咱们就把时间定在周6上午9点。我已经跟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联系好了，绝对权威。你提前安排一下。说吧，你究竟什么意图？安迪，你不要把我想得太糟糕。对你母亲而言呢，我确实很糟糕。但是对你不是，我还有挽回的机会。该属于你的东西，它就应该属于你。这也是何老先生的遗愿。他临终前说，他愧对你，他不敢见你。这种故事，
如果遗产只有几百万，我信。但是能够让魏太太如此疯狂的遗产，我不信你会信任到1分钱都不在乎。我希望你能够在鉴定 DNA 之前，准备好一份我能够接受的、有逻辑、有实证的说辞。我可以给你30分钟面谈的时间，否则我会让你领教我1天之内处理完这些遗产的能力，让任何人都得不到1分钱好处，包括我自己。好，我谢谢你有接近冷血的理智，这大概是你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功。我不会跟你单独约谈的，我没这时间。而且我现在呢，正处在离婚的敏感期，也不方便。但是安迪，我请你相信，这份遗产我会1分都不占你。事情结束后，我也不会向你讨还。你尽管大胆放心的使用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你应得的补偿。我不接受糊涂账。不要意气用事。今天早上我接到魏国强电话了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一口咬定这笔遗产是用来补偿我。你怎么想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也不想相信。我打算拒绝接受这笔遗产。昨天晚上可还说1分都不留给他。我昨天真的是被那个魏太太给气到了，急火攻心1根筋吧。但是我回头想一想，接收这笔遗产就等于接收一个烫手山芋，很有可能我的身世都会被牵扯出来。你是担心接受了这份遗产，魏太会对你怀恨在心？这个女人一看，她的路数就很多，谁知道她将来还能查出什么来？而且接收这笔遗产，就像是接收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未来麻烦的事情会很多。再加上我的身世，本来魏国强就最清楚了。如果有一天他要是反悔了，再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，我不还是照常要吐出来？你觉得魏国强会做出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？谁知道，像他这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？Hello， 是我，我是要跟你亲口确认一下，周6早上9点，鉴定中心碰头是吗？我希望某些人没有误导我。魏国强已经跟我说过了。我问的是你敢不敢来，你要给我一个确信。你最好调整好你的态度，再来跟我说话。魏太，这种人真是太没素养了。亏得我刚才还说我要放弃遗产。安迪啊，我不支持你放弃遗产，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那么这笔巨款就将会落在这对夫妻的手上，你甘心吗？何况，如果他们另有居心，即使你不接受这份遗产，他们也会把你的老底给翻出来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更就不能便宜了这对夫妻。看他们有什么花招，大不了我带着这个遗产和我弟弟一起回到美国，他们还能找到我吗？没错，不要被他们影响了心情。吃饭。安迪，昨天晚上知道你入住的很顺利，所以就没有过去打扰你。这位是
包一发。魏国强，你好。好，他们都来了，那我们过去吧。外面等我一会儿。安迪，那报告出来，我通知你吧。那我先走了。老严，辛苦你了。我想我这边应该没什么事了。哦，那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谢谢。你还好啊？没事。别跟这种女人较劲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魏先生那是父辈，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上为零。如果找到小三儿，不干别的了，就知道跟小三儿拼命，拼完命之后才发现人财两空。如果找不到小三儿呢，到处找假想敌，谁惹到这种女人，谁倒霉。你没事吧？啊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直接报警。我在北京有律师，我让他马上过来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刚才有位女士蓄意开车要撞我，我在地下车库，这边应该有摄像头可以作证。我没有受伤，但是我的朋友有轻伤。我在北京康华名园司法鉴定中心的地下车库。对，好，我等你。你怎么样？能起来吗？疼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好了就好。还是去医院吧。
如果魏国强没有撒谎的话 ，DNA 验证结果要是出来以后，我会继承何云里的全部遗产。现在魏太太是担心我和魏国强串通谋财，可是还有一个担心的是，验证人会不会与其他人一起作鬼？可是就这样，这个魏太太都能够肆无忌惮地撞车撞人。如果验证结果出来不如她意，她发现她自己人财两空的时候，我会更危险。所以报警是对的，你就得先发制人，让他先进监狱冷静冷静。就算现在进不去，也要在他脚边放块绊脚石，让他摔个跟头，清醒清醒。什么东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没事吧？那得看怎么说了。你当然说的对啊，有人要伤害我，我正当防卫也要报警。所有的事情应该是他一手策划的，要不要请魏先生管管这位太太？我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。如果我要想到我要跟他联合起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话，我会恶心一辈子。魏先生应该把你的这个态度考虑进去了。有一件事情我很奇怪啊，像他这个身份的人，如此高调的离婚，不合常理。所以你离他越远越好，至少在近期不要承认和他有任何的关系。当然了，以你对他的一贯态度，也不会承认和他有任何关系。这就很奇怪了。这个魏先生设计事情还真的只会顺水推舟，顺势而为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在利用我对他的敌意，让我跟他保持距离？那他想做什么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以我的观察，他对你应该没有恶意。行了，你也别观察他了，我都不想提起的人，你也不用理他。是啊，你不喜欢做的事儿，我怎么可能去做呢？只要你不提，我就不提。那咱们换个话题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的爱你吗？你又拿我作乐了是吗？这个话题更尴尬，还有别的话题吗？确实有点尴尬，早知道我就不会多此一举了。你过去的女朋友都会问你这个问题吗？你是唯一的例外，其他的女孩不会有如此的自信。可我还不是你的女朋友啊！你怎么那么自负？在没遇到你之前，的确，可是遇到你之后，我甘拜下风。哎呦！你要伤了不能这么坐着，换个姿势吧。如果能抱一抱就更好了。好了，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这里边是房产证明，还有3套钥匙，2套上海的，1套北京的，还有何云礼先生的名贵收藏和一些现金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抽空过目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等一下我还要回去跟魏老先生交代一下。我这也没问题了。魏总，辛苦了，老吴，麻烦送一下。本来呢，还担心魏国强坑你，现在看来未必。这些细碎到啰嗦的东西，如果他真的有意昧下，恐怕很难有人能够看得出来。所以，如果他是为了这份遗产，没必要这么大费周折。的确。可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不管了，
不管他是真的要向你补偿也好，赎罪也罢，反正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属于你了。以后你离他远一点。还有，魏太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免得他以后继续骚扰你。好。其实魏国强怎么想不重要，他太太怎么想更不重要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不会，也更加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纠葛。那就好。喂，我听律师说你们已经开完会了。那3套房子的钥匙你拿到了吧？房产证啊，给等过户之后才能交给你。我跟你说明一下，3套房子的钥匙呢，我只拿了北京那户的1份钥匙，因为很多收藏还有字画作品呢都在那个房间里，我先替你看管着。当然，北京的安保工作做得也很好。但是日久天长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房子没有人住，难保会有人铤而走险。我呢，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上海的房子里，运输呢我来帮你安排，这样呢也便于你就近管理。还有啊，你抽时间抓紧去看看上海那个房子，看看需要安装哪些安保措施，这算是第一件事。还有，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？动机？安迪，东西转移到你那里，不是更方便你脱离跟我的联系吗？你问的是不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？这个解释不合逻辑。你完全可以留一套上海的备用钥匙，把所有东西都转移好，再移交给我。好，你驳得很精彩。第一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解决。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有关交通肇事那个案子，人已经保出来了，等着进一步的审理。但是据说他不愿意承认 DNA 鉴定的结果，出来以后正在抓紧活动。安迪，我提醒你，最近一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安全，毕竟这份遗产的数额不小。没有几个人甘心面对失去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太太之前赡养过何老先生吗？如果有，什么程度？我可以考虑馈赠部分遗产给他。不，没有必要。因为最早呢，老先生只是住在教工宿舍，探访和照顾等一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一个人去做的。毕竟只是远亲，人家没有赡养义务，是吧？你有心公平合理地对待我的前妻，这很好。但是目前来看没有必要，因为大家活得都很好，不需要揩你什么油。我有分寸。如果以后呢，哪一天有了变故，等有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想起今天我们的对话。世事难料得很，安迪，毕竟你还年轻，还有更多的出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什么方法能够约束你太太对我的侵害？遗产问题已经结束了，离婚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我希望她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一直在努力地去做，但是很可惜，她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没有办法。安迪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别假装关心我，我不需要。没事的话，我挂了。